在贵州的大山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山顶天坑，四周石山环绕，绝壁林立，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无人机飞近一些看，只见2、3栋木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边上的2栋已经荒废，而中间的那栋呢，却炊烟袅袅，似乎还有人居住。再看周围的土地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生机勃勃。在如此艰巨的条件下，出门买包盐呢，都要走2、3个小时。究竟是什么人还留守在这天坑之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又为何不愿意搬出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同徒步走进这神秘的山顶天坑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黔南惠水的大山里已经徒步了有一段路了。今天咱们要徒步到山顶天坑的那户人家位置直线距离都有2公里多。那么我们徒步下来呢，应该单程最少都有3公里多。我们大致的行进路线呢是这样子的，整个中间这一湾土地都有在耕种。他们这儿的人还真是挺勤劳的。大家看，一条一条的石坎，把这个土呢给保得非常的好，做成了一块一块的大平土。这些小石旮旯子呢，就种了白菜、青菜。哎呀，这会儿看着原生态的白菜，就想卡来煮火锅。前面这儿呢，也看到了一栋木房子，这个里边呢也是有人居住在这里的。哎呀，看到那2、3个小狗狗在那的叫。哎呀，他们是不是以为主人回来了？竟然跑过来了。你不会干嘛呢？我以为你要来迎接我呢，搞了半天你2个是准备玩前后夹击呢，是不是多了我是有点害怕，就你2个，我还真没把你当对手哎，大家看2个小狗狗好可爱，估计是这个狗下的崽。这个是他爸，是不是？还真的是他爸。走到树林的位置呢，差不多应该快一半了吧。哎呦，这走在山上真是，你们听，全是小鸟在唱歌。大家看对面那一座石山已经被开垦掉，明年肯定是要种地了。看到他们这里的人为了种点粮食，石头山呢都刨出来种地，不容易所以我们那些平原地方大块大块的土还是把它开垦出来，多种点粮食吧。正式到垭口上了，大家看翻过来之后呢，又从这里下山，大概下到半山腰，从那儿平过去。你们看这边的地形地貌翻过一座山呢就是一个大天坑，翻过一座山呢又是一个大天坑，就是这样的地貌。这个地貌呢也是跟广西700弄差不多的地形。这个山顶天坑以前居住的不止一家人，所以你看他们的出山路都搞得还比较可以这就是以前的出山路。这些石头呢全部是人工打开的，开凿的一条羊肠小道我们从这儿过来的，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天坑。我们从航拍的镜头呢，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实际上这些天坑和山顶的这个垂直距离呢，都是超过100米的。比如说上边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我们空中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你看走到这里来之后，发现是吧，两边的山还是很高的。我们已经看到第一栋废弃的房屋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家呢，在地里犁地他还是用了机械化，可以大家看看这里整个一圈呢，全部被山给包裹住。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进这个天坑的唯一的口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栋房屋，对吧？在远古时期呢，可能这边一条石墙一拉呢，就是无人知晓的一个世外桃源，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地里呢还种了很多的豌豆，包括这一片地里呢有很多的青菜。大家注意看没有？这里啊还有一个变压器，就证明什么呢？里边原先居住的人肯定不止这一家了，起码都有4、5家人吧，否则不可能用得上变压器，对不对？大家看他们这个房子的建造啊，也是下边呢是关牲畜的，上边呢是住人的。然后养有2个牛。哎呀，吃饭没得，老娘？啊？到家？我是来玩的。啊？我是来玩的。我说话你听得懂不？啊，你说话我懂嘛。懂了哈。哎，懂了。哦。来，给他坐。坐。你们在里面就得你们2个人在家呀？啊。其他的人呢？他们有些白天，有些给固定的，这面还有嘛，些人夫也还在嘛。人夫都还在？哎，在呢。那边是灰水线。哦，那边是灰水，这边是平塘。啊。哦。地我平塘地啊。在你地哈？啊，在你地我家叫扎的洋芋果。啊，是你们哪个？他是我家老公。哦。我家那家嘛，我家是家扎的洋芋果哈，在铁把的洋芋果刚好。小孩去啊？啊，小孩在新塘一坐。这点原先有几家人哇？原先这边7、8家人。哦，那房子都要倒了。房子都要倒。都搬走了哈。搬走有在风坡，我家都搬这一座。你家都搬哪儿呢？哎，这一座，说这一天我们老两个这点种在地下。哦，等于搬出去，你们又回来种地啊？啊，我们没开。你年纪应该不大吧？60多岁。60多岁啊？哦，64、5。嗯，还不算大。啊，对，你是还住的。还住的。啊，你还住的。年轻的时候肯定不回来住哦。啊，你听人家送我来，他都不来，是送到家去叫我公爸跑了。他开车把你送到舅舅。啊。自己走路回来。啊，自己走路来，他都不来。姓哪个呀？贵姓呢？姓杨。姓杨。就姓杨，姓龙。姓杨和姓龙。哎。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哦，我们从小就在这住嘛。从小都在这住。好几辈人都在这住。哦，那你们这点原先有7、8家人的话，做这点土地也不够吃啊。做这点还有底下丢荒了嘛。还有丢荒的哈。丢荒还有对面全部都丢荒了，是我们2个人亲在一起嘛，他们一家有1块田，买他们拿给我们做，我叫你养的猪啊这些嘛，养的猪养的牛。哦。你不懂田不懂地嘛，你为养生你看的哦。哦，对。你养了几个猪啊？我们还养有鸽子的。养一个，过年的。啊，过年的。马上要过年了。啊，马上过年了。哎，你们这儿应该是苗族吗？是傣族啊？我们是苗族。苗族啊。哎。这边缺水没啊？我们不整有水盖了。个人整水池啊哈。啊，你不整水池啊，你也不得水池啊。对。你们苗族好像是建的房子都是2层半哈。而且老的人家住呢，要上楼下去嘛，我们不就自己安安就车楼下，我们一改变这个我们就没住。哦。我们家比两间房子呢都是上楼下去。哦，等于你这个房子是新建的。啊。你。我们住的40年了，40多年了。都建了40多年了哈。45年。哦。你就是这里面的人吗？是外卖家来的嘛？没得，我就是这边的人。就是这点的人。我们手家好，师傅。啊？我们手家好。手家。啊，我们手家好嘛。他这个年轻人不行了，就跳这里跳。年轻人守不住。你守不住。来呀坐。他也不可能来这儿守。等于平时都是就是你们2个人在这里了。啊。哦。平时都是我们2个在的哦。带老娘送瓶酒给你啊。酒给你嘛。送给你。哎呦，你大老远来，我送酒啊。没事，我坐会儿就走了，等会。不用整。我喊你坐嘛，我喊他来嘛。哎，不喊，你不用喊他了，他在干活，那干活，我走了。我喊他来嘛，这个不喊，要2天嘛。不喊，那我走了，老娘，我走了哈。这个大娘啊，非常的客气，要留我在她家吃饭，还要叫大爷回来，因为大爷呢在那儿正好在耕地嘛，他们要种土豆。
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对吧？人家在干农活的时候呢，咱就不打扰了。这种属于山顶的天坑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缺水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山上做一些蓄水池。这种地方呢，肯定是没有长流水的，所以全靠山水蓄水来饮用啊。听这个大娘说啊，他们这个天坑内的7、8户人家呢，6年前就已经全部搬出去了，而他们2位老人呢，是一直留在这里，不愿意搬出去。以前呢，可能人多，种植土地呢要跑到山后面去，现在全部都搬走了之后呢，他们2个人呢就可以把这个天坑里边的所有土地都种起来，也比以前方便很多。大娘也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呢，连走路都不愿意回到这个地方。也只有他们2位老人呢留守在这里，是吧？种地养鸡，与世无争啊，守住天坑内的最后一片净土，给年轻人呢留一条退路，又何尝不可呢？大家说是不是？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前2年开始，到3年我们才打穿了。前2年开始到3年。啊，到前3年为什么打的？前3年的，前3年开始，到3年才搞打穿了。哦。就是那里啊，用不油灯儿，早就打。嗯。那都是用泥条编的那个，我原来老办法的就捏船子来拉沙。就是以前拉煤的那种船船。啊，捏船子。干10几年了。狗家就干13年。从哪里过去？3年就从这里修的。啊，些真的修沟啊，些修得苦的，好多地方都修起过矮矮呀，修起从山里面钻过啊。走啊，那过去就是为了种果子了吧？种果子，我们那些人原先没有种测试有点困难。哦，饮用水都困难。是啊，人用水都困难嘛。我还记下来给我那个打地放灯儿，那个担水都还要等冷水。耶，这个是温泉那个弄大的雾，这个水涨。这回来了嘛？这回就是回来。从哪冒出来了？这里要这里普及起来冒起来。可以说冒水是这头的。这提干这出来水就这里过去。哦，这里拦你过去的哈。这嘛是到郑州。那个提干就是我们。这提干是他们做的了嘛？我们下得村里。现在他们才修的成来了嘛？这水就这个位置嘛。把我们那个冒水现在都有。他那不要阻断嘛就没有了嘛？阻断就没了。我们说这路硬化路通了就要恢复修。要把恢复哈。水就从这个地方冒。这个水燃化了。他应该起来断的，当应该起来就跟他谈的那个，喊他把这个我们这个。我那装是在桥，也就是。你说你们那个是儿，这个水从这个山倒过来，从对面那样赶紧过去。跟到那个跟到那个车里那个路上过去的话，打用水的啊还。所以我们管10多年来用。哎，这个还不得了的，也是不得了的大工程的。我们用10多年了嘛。之前真的沟到吧，有几公里哦。沟在这个，我们从那里运过来啊，也运的是8里5、8里半、8里半。4公里多。啊，4公里多。我们还干了嘛？水的从底下把垭口打转动过来，下面又要打要出上来。这个又是连贯着来，我们建议的才就3个垭口转过来。前年子都还在这个样子的这里。哦，之前都还在栽的样子。然后等于在后来修路才把沟整断的。前年子都这一块这基本上都顺着那条路，那个修的那条路上过去的沟哈。就是环境搞的看嘛，沟啊。这条有沟。现在他们注意水也是注意。你们这个工程感觉不比黄大方买那个差的。那么这水里沟注意这那水。我也知道还不是一个。哦，你们这个也真的水泥沟，这上这个也真的水泥沟。我说嘛，也是跟着东面上转，你说这东面上就是打洞拉沙出来，把这个填起来了才做的。4公里多，也算一个
大工程的，超大工程的。你说这个玩意儿，我们都而且很丰富。两都有树上地了，这些技术就转进去了嘛。哦，就是长转进去的。这人工技术才我转进去了嘛。对，就人本就这样改变叫一都可以算起去了，一都可以算起去。不过要在安全水的。现在还得啊，等于从山那边穿进过来了嘛？是往那穿过头。穿过来这个穿这个山有好远呢？380米啊！当时印的当然那些印的在这个地方用的测量示范的。走下头看哈。真的。哎呦，哦哟，这个洞好小哦。它这洞口是在前期的了。这是不是在前头的大部分要不？哦，就是这里。有水安点。还是水。要有水浇黑。哦，一头就要这些人站起走。这边站起，这边少在这节点。到了。这里个得300多米，这个上面等于全部都没有用东西来垫过，全是石头啊。全是石头。你看在往外头走了，也进里面个都站得起了哈。外面也这都是站起。也这都站起。不进去的，也水也把这还干到似的。基本上这里哈。几乎大部分是在头。你个要恢复沟啊？那沟这沟都挖烂的是吧？的，你们干啥把沟挖烂的？啊，沟背的挖烂。路走沟一个了嘛，也是。都是为了吃米饭了。哎呀，今天吃包沙吃够了。然后大黄马边还不是为了吃米饭才干个沟？你们这里还不是一样的是吧？你们这个打洞有公安呀？你们这有公安了啊？哎，不是公安呀。都不容易。哎，路上不是也骗过了，基本上都陡得很。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呐，在我们农村非常多。你看这里4公里多，虽然说它整个险峻程度是没有这个大沙群那边那么险峻，从悬崖上修，但是这里也不容易哈。而且整个修的这个水沟的长度比那边要长很多。这条水沟就是说它完全没有经过那种水利工程等等这一块的协助，就是仪器各方面的协助，完全是纯手工从那边引过来。4公里长的这个水沟，硬是把水引过来之后用了几10年。你们说厉不厉害？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太牛了哈！就是2、3年前嘛，为了挖这条路，结果呢把这个水沟给毁了，我觉得蛮可惜的啊。我还说他们最好是把这个水沟复原，比老一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修了几公里长的这个水沟，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盛举，是吧？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做10几年，挖那个洞就花了3年时间才把那个洞打通。这种精神，这种毅力，说实话，现在人有几个人做得到呢？对不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前2天呢，我发布了一个去重庆深山探访64岁李阿姨的一个视频，因为她的家庭原因呢，也牵动着很多网友的心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把我去的整一个过程呢，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当时呢，我是开车经过那个地方。那么我从这个3维地图中呢，发现下面是有一户人家，是有人居住的。那我本想呢是用航拍去拍一个视频，但是因为当天呢是大雾，根本就拍不到下面。我在那里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我想想我还是下去探访一下吧。所以呢，我就又开车了一段路，问了村民这个地方从哪个地方下去，然后我才步行下去的。从这个公路的地方啊，步行到李阿姨的家里呢，应该是差不多1个小时吧。其实这个视频啊，最触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要用锄头挖那么10几亩的地，要挖1、2个月。这个我觉得在现在来说，确实是有一些不可思议啊。用牛耕也好，用机器打也好，都不可能要这么长的时间。在我们常人来说，这个完全是在浪费劳动力，对吗？但是因为他们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男的劳动力呢又不行，所以说是一个
没办法的一个举动啊。其实他的家里面呢，我并没有了解得很清楚，只知道他的儿子呢是因为意外眼睛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有一只眼睛看不到，间接的呢也影响到另外一只眼睛看不到，那这样呢就丧失了劳动力啊，没有办法，他是需要这个李阿姨来照顾的。然后李阿姨的老公呢，也是因为到这个山上去挖那个葛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山上是盛产葛根的，挖葛根的时候呢就没有特别注意，有一个石头压过来呢，就把他的脚给压断了，具体应该是这个位置吧。那目前呢是在医院里面就医，李阿姨也说了，因为要去治这个病呢，也借了一些钱啊，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时李阿姨带我到他们的中堂去看一看啊，正好有橘子嘛，她要拿了3、4个橘子给我吃。当然我想想，她从关阳镇去背过来太费劲了，要花4、5个小时的时间背过来，我都不好意思吃，对吧？我就吃了1个橘子，那就是你们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个橘子。又有很多朋友在那里评论说，你怎么不给点钱啊？怎么的？其实啊是这样的，我当时从山上下去的时候呢，我并不了解什么情况。你说带东西也不至于，对不对？而且本身我的膝盖也有一定的发热状况，我走这种坡路的话，我自己也会腿软的。所以说呢，也没有带任何的东西。那下去之后呢，吃了李阿姨一个橘子嘛。那我当时呢身上也没有现金啊，只有100块钱的现金。我其实是掏出来给他的，但是他说什么也不要。那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只能作罢。所以呢，就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像李阿姨家的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因病而致穷的。现在确实整个家庭是比较困难。其实我自己看到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心里面也是百般的滋味。这个人生百态嘛，对吧？那我自己呢，说实话，不算说生活过得一地鸡毛吧，但是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有很多东西你看到了之后，你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大多数人应该理解我这种心情，对吧？因为我是遵义人嘛，我离那个地方呢也有600、700公里啊，所以说来去一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想去看一看李阿姨啊，或者说给她带点物资啊等等之类的。这2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这2天呢确实走不开，因为月底的时候要去长沙参加一个会议嘛。我本身也是游山玩水的拍摄视频嘛，对吧？等我这个参会回来之后呢，我再规划个几天的时间，我往那边跑一趟。我也会再去看这个李阿姨。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好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到这个大山里面拍这些视频，当然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去胡乱的评论一些东西。我们这边有句古话讲的，人是3节草，不知哪节好。就是以前可能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因为生病了或者什么原因呢，就会导致自己的家庭状况一贫如洗。这种例子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呢都归咎于这个地方不得力啊，或者什么样的，不要去讲这些东西啊。希望大家去看问题呢是多角度的去看，不要带有特别主观的这种意识，把一些东西呢指向方向不正确的地方。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关注我的朋友，看我视频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呢越过越好。大家好，我是阿泰。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拍了一个东北大哥到我们这边来租木房住的视频啊，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今天呢我打算过去看一看这个大哥他们2夫妻在这里住的还习不习惯啊。因为这半个月呢我也没有跟他联系啊，今天呢正好要去城里面，可以走他那边稍微绕一点路去看一看啊他现在的这个生活状况啊。这里正在修路啊，要稍微等一下。从我家里面刚刚出来，这也就是说现在我挺少回到我们村的原因啊，这个因为在修路嘛，很不方便的啊。大家看看这个路吧，
就这么顶。大家看看，就是对面的木房子啊，这里下去下到沟里，然后再上去就到了，就最上面那个看得到的那个木房子。到这个大哥这里了哈，我们看一下他在不在家。呀，挺厉害啊，搞这么多柴堆起来。大哥，在不在家呢？啊？你在睡觉呢，还在？你太厉害了，你啊！是我到那边去，把衣服穿上。这两天有点冷哦。是。种啥呢？哦。你摩托车修好了？可以骑了。可以骑了。你到芝麻那边去过没有？没有。那边道是不是？那边道能比这边平一点啊？那边路比这个好。比这边好。没修过这么大的摩托车，修过那个250，就是最早的幸福。你自己没修过是吧？没修过。完了，那你到哪儿去修的？全给他拆，自己修的吗？全给他拆了，换了小链子。你这车多少钱买的？我看着很贵啊。都整完不到5万块钱。不到5万是吧？你说他都相中我这房了？人家都相中你这个，他说他这个房真好。你习惯了不？半个月多了，习惯了啊，还是舒服的啊。他老怕冬天冷。哪里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冬天了。这里的冬天就这个样子啊，甚至说如果说下雪的话，没有现在这么冷。因为我们南方它是湿冷，它跟北方不一样的。为什么你会感觉冷？就是因为空气它比较湿一点。您地种完了吗？没种呢，这不是这几天不都在下雨吗？这边，你种多少了？就种这一块吧。这一块。那你玉米种搞回来了吗？玉米种搞回来了吗？都有。你搁哪儿买的？你要自己吃的话，你买的你要到本地人那里去弄种啊。这是这是南瓜，南瓜是什么？种好了。那南瓜是种在这个土坎边上好一点的。你是不是种土坎边上的？他种的那边，这不是？哦，对，就这个是本地种的哈。你在他们那拿的是吧？这样好吃。要么你就去买那个糯玉米那个种。一般如果说自己要吃的话，就是要用这个本地种。那个外地的那种的话，他吃的那个不好吃啊，就是那个皮很厚啊。吃嫩玉米的时候皮很厚。人家有些人都想跟你做邻居呢，你这，人家有人想到上面去，不是有两个人来看过吗？啊，有2个开黑色轿车的。跟你说他还带着风水大师呢，带着风水大师来看风水呢。但是他我这地方他不用看。你在他看上了也不行啊。你这人我可以转给他。我跟你讲，你这谁都看上了你这个位置。他不是，如果说像一开始没有打理的话，他也不见得。关键是你来打理了，把打理干净了，这看起就洋气了，所以人家就感觉很好。看中了。对呀。你发的视频有一个我们很像本土的，我们那个镇上的，他认识我，他一找是我，评论。就你们那儿的，他认识你啊？然后给你联系上了没？就我认识，他干啥了？他那个完了，他搁那评论完了，我告诉他，你咋还认识我？这网络这个全世界。还躲什么呢？现在网络一发，全国都知道。我们2个前几天走那边迷路，就去他们家。哪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编东西的那个，是不是？
你怎么会走到那里去呢？我们下河玩呢，找不着回来的路，就顺着那边大道走。对啊，我俩走了5、6个小时。整了一你天。走到哪个边东西去了吗？别，搁这个峡谷直接下去到大河。啊，搁大河我平常我骑摩托车也是啊，摩驴我也是不走一样的路。我说咱俩回来不走这回头路了，咱搁那边转过去，咱俩也是转回来。完了在那边转，转到那个有大河有桥那儿，知道吗？啊，就是黄大方这往遵义去跑线的车，我走一样的道，走那嘎达往前走，再往前走有路牌前面写着芝麻镇方向。完了我媳妇说的，咱俩不能往前走了，正好有一个小道能勾回来。我说那行，那咱俩就勾回来吧。我俩勾回来往回走，这才走回来。就上没下来的啊，走了5、6个小时。你也厉害了，能找回来。可以种啊。那你们要种多远呀？本地玉米都种的比较远，这样就可以，但是不然留太多。看到没有，大哥大嫂正在种地，什么地是种？我大哥说呀，他这里如果大家想到这里来住的，可以跟他做邻居的，他很欢迎的哈。你跟大家说一下吧，大哥。对，热烈欢迎各位老铁啊，阿泰的铁粉儿，喜欢我这儿呢，可以上我这儿来。不行呢，跟我俩合租也行，关键你们喜欢我这个地方是吧？什么都有，咱们自己菜都种上了，也欢迎大家。因为阿泰是很实在的一个人，知道吧？我的好兄弟。大哥的意思呢，就是你们想到这里来，周边这里来租房子住呢，都可以来的。他可以跟他成为很好的邻居。还有就是他这里呢是两边都有房子的啊，两边就他们可以，如果说你特别想来这里居住的，他们可以让一间给你们啊，让一间给你们，跟他直接做邻居。很好啊，这个玉米也种好了，然后菜也都种好了，你们来都有的吃了。然后大哥呢是6号你要回东北是吧？对，6号要回6号要回东北黑龙江那边1个多月，1个月啊。对，大概处理他那个公司的事情，然后呢1个月之后就可以回来啊。然后哥，那我走了哦。嫂子，你们就先忙先种地啊，我就走了。等你啊，好，等你回来，咱们去那个抓螃蟹啊。好的。去抓螃蟹搞烧烤。你开再慢一点啊。好，那我走了啊。好。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武隆区羊角镇的望人堡，这个地名起得好啊，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你们见过24拐、72拐。但是你们肯定没有见过36道弯吧？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来看一看下方这个非常震撼的36道弯啊！我要到这里呢，已经开了100多道弯了，要从武隆区那边呢，从那个山上绕过来。我现在头都晕了，为的就是一睹我脚下的这个36道弯。哇，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是真漂亮啊！对面就是悬崖峭壁，下边那一条路呢是这个白马镇到武隆区的一条公路啊。这条公路的话，大多数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有的是钻隧道啊，非常的震撼。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开车到这里来逛一逛。然后这一条盘山公路的话，我大概数了一下，有36道弯。昨天我就在下面的江边啊，本来说我想在那里航拍一下就算了。结果呢，我无人机飞出来之后，500米之后还没有到这个腰部啊，没有办法，所以我又在这里住了一晚。今天呢，然后一大早的呢，就把车开到这个山顶来，在这里来航拍一下这段公路啊。它从乌江边上的200-300米的海拔呀，一下子抬升到现在我站的位置1000米左右。我在想啊，当初这些村民修公路的时候，应该是费了非常大的功夫啊。他们住在江边，要想出山的话，要翻山越岭，可能要走5、6个小时、7、8个小时，要么就是坐船啊。以前坐船可能也不方便，对吧？
真的不知道他们修这条盘山公路修了多久才修成啊，非常的震撼。下面我们就从无人机航拍的镜头给大家欣赏一下。大家好，现在我在黔东南的丹寨县，听说这边有一口打鼓井啊，非常的神奇。只要人在井口一喊呢，里边就有水流出来，是不是特别的神奇？有朋友呢就在网上评论说，你这个啊肯定是有几个人在山那边轮流放水，你这边呢才喊得出来。这到底是真的有人放水，还是大自然的神奇现象呢？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这个地方呢，就是打鼓泉所在的村庄。看到后面没有？这里正在修高架。据说这个高架呢，就是修的游客接待中心。是在这个山的山脚下吗？还是在腰部中间哈？啊，我们那边也有一个这种，但是我们那边那个它一天只出来3次，所以你没运气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它有时候一天只出来1次。对，你们这个是肯定能看到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打鼓泉，它其实也不是在山脚，在偏腰部以下的位置。后边这个山呢也不算大，看一下吧。就是这个亭子里边哈，以前是漏贴的，现在才盖这个亭子，盖了个亭子哈。嗯。哎，现在是流着水的。哎，这运气也好，现在敞着大水。现在这个水比较大。嗯。它等一会儿的话，它这个等一会儿它就小去。会小去啊。嗯。我们看一下它小去。啊，它这个呢也会咚的一声，水要下去的时候。好几声哎。就是它水要往回走的时候会咚咚咚响来。哎，就是水缩小去。准备大水的时候，那个就听那，咚咚咚咚的这种响声，然后就大水了。那证明这个水是从地下冒上来的，不是上面过来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很多年前就这样哈。哎，开始小了吧要？哎，现在开始小了。已经有声音了。哦。咚咚咚。小了，你看现在都断水了。对，马上它就回去了。哎，等一会儿它又涨了，你看干，这里都没有水了。对呀、它直接要干掉嘛，就是这里水也只要全部沉下去。出来了，马上又出来了，相当于这个才隔1分钟。哎，隔个1、2分钟。这马上又出来了。其实这个就是间歇性出水啊，根本不需要喊。天然的，那也就是说来玩他们就就是来玩喊一下，然后喊一下，就喊一下打鼓泉出来了就喊一下嘛。对。
这水可以喝的，可以喝的。我们都经常喝的。这个有一股那个甘甜的味道，其实就是地下水了，是，对吧？就是地下水。地下水啊。它这个听那个声音的话，就咕噜咕噜往上冒。哎，如果你平缓流过来的话，没有声音的。哎，又要开始回去了，又要开始回去了。开始小了。它出来大概就是2-3分钟，2分钟，然后又回去1分钟左右，又出来，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响声响的挺久的，哎，来啊回啊，它这个响声都比较大，蛮明显。这个等于说你们记事以来就这样。哎，我们长大了就看见这样了，就一直是这样啊。这里边竟然还有虾。有哎，有虾，有虾。这里有个小虾。有虾，还有那个螃蟹，小螃蟹。给他看一下这个小虾。可能钻石头缝去了。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个，还不止一个，你看啊，多了，蛮多个的。这里边还有小虾，有小虾，小螃蟹也有，但是现在它可能冷了，它躲了。那大家看看这个水，确实是非常的清澈。我在这里一会儿来了3个轮回了，哎，来这里蹲的久了有诚意啊，它来的大一点。大得多。这个打鼓井的这种自然奇观呢，确实是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人工干预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打鼓井的位置啊，是在这座小山屯偏下段的位置。我们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上游啊，有一条河流。大家可以看到上游有非常多的农田，对吗？再往上走一点呢，就是丹寨的县城。整个打鼓井的位置呢，比上游这些水位都要低。那我觉得看到这样的地形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种自然现象哈，并非是人力干预。但是呢，我和很多的朋友啊，也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是从上游流过来的水的话，基本上就不太听到有响声，对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打鼓井的这个泉眼这里啊，大家也听到了，就是这种声音呢，它是水流往下回流的声音，它要上来的时候呢，也是往上冒的这种声音。所以这里边的水啊，它不见得是上游的河水，可能是地下暗河的水往上涌。那么这种自然现象呢，确实像很多朋友们说的，好像有人在开关放水一样的，它可能真的是这么回事啊，只不过呢，它是自然现象。或许在这个山体的内部呢，确实有那么一个阀门，哎，里边的水装差不多了，这个阀门呢自然松开，这个水呢就出来了。然后水出来差不多了，到这个临界点了之后呢，这个阀门又关上了。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自然的开关啊。懂这个原理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把图纸画来放在评论区，看看大家能不能搞明白啊。大家在网上呢都会看到那种视频，就是人到那个井口呢喊一下呢，这个水就出来了。实际上呢，这个只是让大家觉得好奇的一个因素，其实是不用喊的哈，它就是间歇性的出水，间歇性的回水。不过呀，大家要到这里来看这个神奇的景观呢，要尽早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前方那儿呢正在修建游客接待中心，好像是有一个老板在这里投资旅游开发。要来看这一地质奇观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哟，不然以后可能就要收门票了。朋友们大家好，接着上一期的视频讲哈，我们呢是从外边这个峡谷走到这里面这户人家的。这里呢住着有2位70多岁的老人家，而且呢还种植了非常多的土地。大多数人看到这样的场景呢，会觉得这里风景特别漂亮，环境也特别好，但是呢在这里生活确实是非常不易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下边呢有一个水沟，这边呢种了好多的这个土豆啊，已经长出来苗了。然后这一栋房子呢是他们家的老房子啊，他们目前呢是居住在这一栋房子里面。然后
这个中间这个位置这一片的土地呢有20多亩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方向，我们走这个峡谷进来的，所以2个老人家现在是比较辛苦的，那么都是要干好多天的这个农活，种那个玉米哈。但是呢，像这样的老人家呢，他们自己呢又不愿意去城里面，所以呢，他还是愿意居住在这样的山里面啊。2个老人家呢都70多岁了，虽然辛苦吧，但是他们呢也是自己比较喜欢居住在这样的农村里面。然后不管怎么说呢，年纪大了呢，都喜欢在这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居住。大家可以看看他们呢养了好多的土鸡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几十只。然后呢，他们呢还有这个蜂蜜啊。这边上边这个房子里面呢有好多的这个蜂桶，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房子上挂了好多的蜂桶，有这个蜂蜜也不少。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土蜂蜜的啊，喜欢这种土鸡的啊，大家可以到他们这里来玩，顺便呢带点你们想要的这些土特产走哈。因为在山里的都是原生态的，什么东西呢？都是自然条件下长出来的，包括这个土鸡，包括这些蜜蜂啊。要干完了不，老娘？要干完了边？还早哈。你们干了吗？我们走外面进来耍呀。哦。你这个今天都干了不少哈。我说今天都干了不少哦。你也搞的是啊。你这都整齐了。你还背的这个粪来点了？哎。哦，背粪都要背好几天喽。对啊，背就7、8天。背粪都要背7、8天。哎。你们是真的能干。好吧，还要种几天了哈？还要种几天？对，我就要把搞出，还要搞十几天。还要搞10几天？干起慢哈。这不陪你说话了。没得事，你要忙这个活路才认真的哦。这2天在忙活路才认真的。哎，这个天就在忙点活路。啊。你们要用好多包复活费啊，老娘？啊？我买10包。买10包复活费啊？你10包肥料都是从外面背进来哈，都要背几天喽？我个10包少活嘛，那个破坏嘛，我还有那个呢，我还有追费咯。啊。我还有追费的哈，40几包。追费40几包，复活费18包，你要背50、60包东西进来。你要塞脑壳。我看你这个土头还种起沙烟嘞。哪个要种沙烟呢？哦，意思是都不种的哈，再种2年的话。哦。你看，像这2位老人家的话，他们要背这么多土地的农家肥到土地里，即使这么近的话，也差不多要背10天左右。还有就是需要种植玉米的时候呢，有17、18包的这个复合肥，也是要从山外的峡谷背进来。还有在玉米长出来的时候呢，需要40来包的这个肥料，那同样也是要从峡谷外边的公路上背进来。那么单纯背这些东西呢，他们2个老人家估计都得背20来天，甚至1个月。所以说在山里做农业还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我们贵州这样的高原地带啊。祝他们身体健康吧。咱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哈。朋友们大家好啊，好久没有给大家介绍山里的避暑房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喜欢那种原生态的地方，今天路过这里呢，正好看到有2栋空房子啊，我觉得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它是一个4合院的一个房子啊，这个公路呢也是通上来的，然后这个门前好大一块的土地，哎，咱们居住在这里呢是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的，反正它这个地也是荒的。然后这几栋房子的后山呢，就是延绵上1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我们可以看一下，距离这个房子不远的这个山下呢，就是有公路的，是8米多宽的这个公路，所以说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还有一条小河沟。这里呢，满足了大家这种有山有水的这种需求。这个地方呢，总的应该是有5、6户人家，但是现在呢，只有2个老人家居住在这里哈。我刚才问过他们了，他们现在住的是这个房子，
然后还有四合院的这边上这一栋，那么也就是这个整个四合院那边那个3个房子呢，现在是空置的状态。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这边以前还装了一个太阳能板，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这个下方呢摆有一些这个石磨啊，有大磨有小磨。喜欢这种环境到这里来居住呢，是可以自己磨豆腐啊，磨一些粗粮这些来吃的。这里外边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吊脚楼啊，你还别说啊，3、5好友在这个吊脚楼上喝茶是挺舒服的啊。这个就是以前建的房子，对吧？这边2个磨都是好好的完好无损的放在那里。然后这个吊脚楼的下边这边呢是养猪的，可能那个地方呢是养牛的。这个以前建的房子，上边呢就是住人的，对不对？这个房子呢是山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四合院的房子啊。看一下啊，这个整个中间呢它是一口井的这么一个形状。等于说目前来讲呢，这个四合院是空置的。2位老人家呢，他们是住的这个偏房啊，这个偏房，然后还有就是那边那个房子，因为是他们家的嘛。这里整一个四合院和这个房子呢，它是4户人家吧，我刚刚听那个老人家跟我讲的。比较好的一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边是公路通的，然后车子是可以直接开上来的。这个叔叔呢，在那儿种地还是干嘛？我们可以稍微跟他唠2句啊。你看上边那儿呢也有一个房子啊，他们这儿呢喂了一些鸡仔啊，这个鸡都是土鸡啊，看着黑脚啊，跑得贼拉快啊。等于这个四合院是你们就住的自编自两杆儿哈，那边都是空气的，都是全部空气的。但是这个四合院总的是几家人呢？4家人哈。对，这里的详细地址是哪个地址？半坡，小地名叫半坡，徐家坡半坡，青冈塘镇回龙村徐家坡半坡。就是这个小地名的嘛。可以，谢谢你了。我再上去看一下。刚刚那个老人家跟我说了哈，这里是一个四合院，他们这里总的是4户人。那么这个四合院有一排房子呢，是上边这一家的，但是他这个房子现在也都是属于控制的状态啊。平时都不会回来，只有过年的时候呢会回来，可能住几天吧。这个房屋的身后呢，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一个延绵1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后面就是大山啊。但是住在这里呢，千万不要随便逛到大山里面去，因为特别容易迷路，你走不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房子的位置呢就比较向阳，然后我们看对面啊，也是这些山峰，下边走下去没有多远啊，就有这个大一点的公路，而且它这个位置是非常亲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车子可以停到这里来，对吧？那么也就是从这个支公路上来之后呢，它这里呢就是一个尽头的1户人家，然后房屋后面就是大山，所以大家喜欢这种亲近的啊，喜欢就是到我们这个贵州大山里来避暑的啊，像它这个房子就非常不错。它不单适合避暑啊，还适合长期居住。但是呢，这个要跟主人家去商量啊，因为他现在呢是不回来的，基本上不回来的，只有是过年的时候呢，说是会在这里来住个2、3天、3、4天这样子。这房子看着相当不错啊，但是它这个2楼这边是没有装修的，只是装了这个1楼啊。特别是我们喜欢在外面旅游的人，或者说喜欢露营的有露营的朋友啊，他这个地方就特别合适哈。在这个院坝你都可以搭好多个帐篷，对吧？正面呢它是一个3大间的一个房子，然后这个侧边这里还有厢房，也就是厨房吧。厨房，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做一个茶台啊，然后在这儿喝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面这么漂亮的山峰啊，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是非常向阳、非常不错的。个人觉得呀，这一栋房子是比较向阳的，而这一户人家的房主呢，他下面的4合院还有1排的房子是他的，他
他这2个房子都不居住的啊，人家只是过年回来个1、2天、2、3天这样子，其他的时候都不会回到家里来住。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你们可以来这里呢，去跟主人家聊一聊，我觉得是可以聊得拢的。他们这里这几家呢，都是一个姓罗，所以他们都是一个祖上下来的。大家刚刚也看到那个老人家了，是吧？特别的友善，也非常的客气。反正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不管是临时避暑，或者说长期居住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借助今天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有很多朋友呢就问我要这些人家的联系方式什么的，这个我确实是不能给啊，因为问的人很多。假如说我去问到主人家的联系方式了之后，然后给到你们的话，其实是会对人家形成一种骚扰，对吧？一定是你们自己本身呢，就是有闲时间想到山里避暑养老的这一群人呢，你们是有时间的，对吧？你们来看了之后直接去联系比较恰当。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阿泰。这一站贵州，我要带大家去10千泡冬季温泉，据说非常的舒服。走，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眼前这片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叫私床寨，位于贵州10千县花桥镇。据说呀，这是一个老人长寿的村寨，而长寿的秘密呢，跟他们经常泡温泉有关。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寨啊，在这个寨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木房子哦。这边有个老人家，找他聊2句。吃饭没了，老人家？吃饭没得呀？吃了。吃了。吃了。来问下你们这边那个温泉呐？温泉啊？走里头了。走里头去是吧？哦，走里头，这是可以的啊，就跟着马路里去啊。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哪个？我说你啷个没去泡温泉呢？我那天去去的，我干去泡温泉。隔天嘛去。我最近这手指有点痛，天天去烫，好了没事了。哦，你好大年纪的？我不是啊。啊。我73了。73了。看起你硬扎得很呐。哎，好说啊，像我就是说话的坦白。啊。这我是你3年了，你要如果做起来，你可以死了就死的了。我不能当我助教啊，身体一般的，身体没事哈。跟经常泡温泉还是有关系哦。身体好的话。有好处啊。有好处哈。哦。这个地方的环境是真的好啊，寨子面前就是一条宽宽的河，这条河呢叫做凯霞河啊。我们要去的温泉呢，就是顺着这条河往上游走，在这个峡谷内部。我的这个膝盖呢也是发热，一直不好啊。我们也到温泉那儿呢，正好去体验一下。这个下边呢就是温泉，因为只有一个泉眼和池子，所以这里有一个关于男女分开洗澡的时间表。不过呀，村民大多不按这个时间来，而是采取先到先洗的方式。这个是一拨人洗了之后，又要把这个清洗一下，是吧？再换水。啊，哇，这个水最少有个45、6度吧？你们这个村里的人有福啊，天天在这里泡温泉。这个水是不是你们几时以来就是那么高的温度啊？对，他昨天下了大雨，今天那些啊，烫得很。我跟热水一生烫，哦。涨水了反而还要烫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温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特别烫。然后我现在准备在这里烫一下我的膝盖，我感觉我有点吃不消，太烫了，50度可能差不多，50度。这个温泉泡的是真的舒服，不跟大家开玩笑。还有就是在涨水的时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水会很大，而且也会更烫。说起来，温泉的形成也是令人惊叹不已啊！数万年的天然热能储存在这片土地下，地表深处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时，释放出了巨大的热量，加热了这些矿泉水，造就了10千得天独厚的地热温泉文化，
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石阡县的十里八乡中啊，有20多处温泉。如果你喜欢泡天然温泉，不妨来石阡泡一泡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我后面呢有几户人家住在这里哈，等于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最后住在这里的一户人家已经搬迁到城里面去了。那么至此呢，这边这几户人家就完全没有人了哈。然后呢，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过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我脚下走的这条路呢，它也是主要的通道，现在呢基本上已经荒掉了啊。我给你们看一下，这条路啊，以前是这边这几户人家的主要通路，大家可以看得到啊，现在没人走了，已经草都长这么深了啊。咱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那边那几户人家的这个房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什么状态。基本上到竹林之后呢，就已经到有人家的地方了。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哈，好多人家户呢，它门前呢都会有竹林。这个房子没人住的话，就很快就是这样子。哎呀，啊，这上面也有几家，也有几户啊，上去看一下。这边有一户是房子是好的，我过去看一下。这一户房子是好的，哎，这一户的房子保留比较完好。这是前面的视野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啊，这一个小组呢大概是5户人家。那么刚才我们上来看了之后呢，这房子基本上都已经破了，只有这一家房子还是好的。他们这里的所有人已经全部搬迁，等于这一片没人了，已经没有人了。然后这个位置的交通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他们去年年底大家有挖一下路，但是挖了之后呢又扔在那里，基本上也不大可能通路了。然后从这里步行，就是从这里步行到公路上呢，大概是走6、7分钟吧，大概就是6、7分钟，走路到公路上，下面有一条平过来的小，就是刚才我们走的那条，所以这里还是不错。这种地方有人敢住吗？只有一家房子还可以住的，还是好的，就我后边这一户，他的房子还是好的，还可以住的，其他的都不能住的。搞种养殖啊，或者喜欢自己独居的人哈，可能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因为周边也没有人打扰，是吧？这个位置呢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缺水。
啊，也是没水。那么整一个坡过去全是土地，要到底下大概要下去200多米的位置才有水沟哈，200-300米的位置才有水沟，所以水位太低了。那么这上面呢就不好弄。这里仅存的完好的一栋房子呢就在这里哈。如果你喜欢这里看得上的话，也可以过来看一下。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租这个房子多少钱啊？其实像他们这里，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说，你就是租来住一下，自己来享受一下在山里面孤独的感觉的话，很便宜哈。我估计就是1000来块钱、2000块钱，就象征性的给一点，就差不多了，不会太贵的啊。如果你喜欢，可以来看看啊。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昨天我们这里砍了这么一大堆柴，昨天搞了一天。然后我们在山上看到有一窝天门冬，非常大。然后我现在呢，我准备去把那窝天门冬挖回来，就在对面那个山上。现在我就把工具拿着去给它挖回来。看一下，背了个背篓，拿了一把砍柴刀，那个掏泥巴的凿子、锄头啊，这几样都不能少。哎呀，走！哎，就在这个山上去挖，昨天就是在这个山上看到的。就在这上面一点啊，就在那个林子里面。看一看，这里有一棵小的，这个就是野生天门冬的苗，大家看一下。看看，就这里，大家看到了吗？就这2颗，这2颗，这里这一颗，很粗的，你们看。大家看一下这棵天门冬，非常少见的，看一下，最起码是5-6米长。那个下面全是这种树藤，大家看一下，这个叫雪藤，看到没有？这个你看一砍了之后，它这个现在刚刚砍还看不大明显，等一下这全部是红的，这个叫雪藤，这个也是一种中药啊。然后那个好像是跌打损伤这一块有用的吧，就切成一片一片给它晒干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也可以卖钱的啊。只是说我们这里呢，也没有人来收这个东西。哎呀，你们看一下这个，看看有多少个根须，它这个每一个根须出去都有，这个是好几十个根须。你看，你们看，我才挖这几个，我挖不出来啊，不会挖。那个我老妈他们会挖一点，叫他们哪天来挖。看这个就是天门冬，然后我挖了好一阵了，我实在挖不出来。我把这一颗天门冬给浪费了。这一颗天门冬，这一周圈挖下来最少，我刚才说了最少挖10斤以上。但是我不会挖呀，边上全部是藤，石头又多，哎呀，不会挖，没挖多少，可能挖了2-3斤吧，就挖了这一点。看这里都刨了这么深，
还在下面还有，就是实在挖不下去了，不想挖了，累死了。一颗根须出去，比如说这里接了一个是吧？然后它这一根再往前延伸之后还会接，知道吗？它不是说一个根须接一个就完了，一个根须都接2、3个、3、4个。它中间接一个时候，这个根须再往前延伸，然后再会接，所以这个天门冬说实话很神奇的哈，最少挖10斤以上这一窝，但是我给搞砸了，我给搞砸了，我真的不会挖。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门冬是非常好的这个中药材，尤其是对女性朋友哈。因为咱们拍视频呢，不能说这个东西的药效作用，因为咱们不是医生，对吧？不能说它的中药效果怎么样。但是我告诉大家的是，对女性朋友这个天门冬的帮助非常之大，所以大家去这个度娘搜索一下天门冬，你们就知道它对女性朋友有多大的好处。很厉害的哈，我告诉大家，就是它又是中药材，你又可以呢，3天2头的吃一点，那它有起到保健的作用啊。首先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这个天门冬必须是野生的，种植的是不行，大家知道吗？种植的天门冬，它跟这个野生的它的这个功效的效果相差10万8千里，没有，基本上没有作用。这个我跟大家要讲，这个东西要讲清楚啊。大家想更多了解天门冬的这个知识呢，大家可以去度娘搜索天门冬呢就出来了啊，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里呢就不多说。好了，今天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哈。如果大家喜欢阿泰拍的这段视频，大家记得点赞、评论、关注、转发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大方的大山里啊，刚刚下了1个多小时的大雨。我就待在车里，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大山里啊，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了，特别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时候下一阵大雨呢，这个山里的各种味道都出来了。我这个站在这个山上，味道特别的香，就是各种各样的香味，各种各样的药草味都有，可能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味道吧。今天本来到这里来是准备去探访一户住在大山里面的人家，也就是从这里望去很远的地方，我们从地图上找到那边有一家人在那儿住。非常遗憾哈，刚刚下了一阵大雨，我没有办法过去，因为山里全部是水淋湿了，我走过去的话可能回来全身都湿透了。这个刚下过雨后啊，感觉这些森林啊看去都非常的清澈。这个地方的地形呢，它是一个小山包一个小山包的，然后很多的小山包下边的还有这个崖壁、岩洞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有2栋房子啊，有一栋房子呢好像没人住，另外一栋房子呢好像也是挺破烂的。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只鸡在这里飞来飞去的，那肯定是有人住啊。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小型的天坑一样，这个天坑底部呢种了一整块的玉米，应该是不远处的人家到这儿来种的。那我们从远处看呢，这个崖壁下边好像还有一个围墙，还有这个木房等等啊，非常大的可能是以前里面居住过人的。养牲畜的话应该不大会把这个人和牲畜分开，可能在多年以前呀，这个岩洞里面应该是居住过人啊。这个地方因为特殊的这种小山包地形啊，你们可以看到东一家西一户的都是在这些山包与山包之间的这些地方居住。这里呢也是有2栋房屋，这一栋房屋里面呢也是有居住人，看到养了很多的鸡，然后边上也是种了一片的玉米。因为他们出山的路呢都是从这些密布的森林之中穿梭过，所以说我们即使是无人机的视角呢也看不清楚它这个路是从哪儿进出的啊。这边呢也有一单户人家哈，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老人在这个房屋的边上坐着。这会儿呢太阳出来了，因为我们刚刚无人机飞过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毛毛雨的，你看在空中停留了10来分钟之后呢，现在基本上这个太阳已经出来了。山里的天气呢就是多变的啊。这2个老人家看起来好像在这里聊天，我猜测他们应该可能是少数民族，
你们有没有感觉啊？看这两个老人的容貌，好像是那种修仙大师这种感觉哈。说不准他们两个可能是奇人异事哦，这个很难讲的。因为住在山里啊，很多老人呢其实是会一些咱们理解不了的东西的啊。哇，整个这一片环境看起来真的非常的不错。如果我们不是从空中视角的话，根本察觉不到这些山包之间还有人居住。不过比较遗憾，今天咱们确实是没办法往山里走，因为下雨过后啊，整个山里全部都是雨水，只能是下次如果还有机会路过这个地方呢，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遵义市桐梓县荣光乡云农村的14组。为什么我今天来这里呢？是一位天津的汪先生委托我过来的。那么汪先生呢，他跟他的老婆已经结婚了20年了，但是他还没有来过他老婆的家乡。他老婆呢，就是这个云农村14组的人，所以呢，他就委托我来拍一下他丈母娘的家乡是什么样子。这个呢，就是天津的汪先生跟我的一个聊天记录。他大舅哥包括他老婆丈母娘的名字呢都跟我讲了。他主要是结婚之后从来没有来过贵州，就是想看一下这边的一个乡村面貌，以及他老婆他们家里是一个什么样子。啥一句来是那个小人家狗鸣涧是哪家？岷江啊，他已经出来在天津去了，嘎。他们妈叫崔淑珍呢？崔玉珍哦。啊，下边哪家？哦，底下不是有个洞，开街下街。啊。它有个洞，那个路很陡，下街下街了过后就是二就不是有条路下坡，有条路上坡。就走上坡那个，他们就那边。他们那边？你还在洞下边？哎，他们在洞下边了嘛，崔玉珍。哦，那我还真过了。那麻烦你哦。真的嘛？不是，他专门找我来在他们家给拍个影像。他在下边。等于他现在的房子都是别人住了是吧？对。哦。是他们那个堂兄弟。好的，谢谢哈。没有在那个洞下边去的哈。哦。好的，谢谢哈叔。走超过了，这个叔叔跟我讲，在那个洞口的位置啊，已经是快要见到他们家的庐山真面目了哈。其实你们还别说哈，我虽然是帮这个汪先生来完成一个心愿，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挺激动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几十年没有来到过贵州，没有来到过自己丈母娘的家，我觉得这种情感的思念呢，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再搞两手，喂狗儿啊！哎，你晓得这上面这家就是狗鸣起家是吧？就自家哈。哦，这个房子之前是崔玉珍们的对吧？对。然后卖跟狗鸣起们的，是不是？是。是那个的哈。对。哦，好的，谢谢。那么这个房子呢，就是我要找的房子。或许20多年前这个地方呢只有木房子，然后你们再看看他们这个左侧。这些全部都造了小洋房，整个地方的状况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整个对面看一下，全部是这样的2层小楼啊，应该是跟20多年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崔老师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房子。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2层小楼，然后公路呢也是通到院坝来的。那么崔老师他们把这个房子卖给了他的侄儿，叫购明启。其实我跟你们说，我找到这里也是挺不容易的。然后云龙村呢，它分10几个组，那我一开始到村里面问了1组、2组、3组，慢慢的问到14组了，其实挺难找的。然后路上问了好多的人，那么终于呢帮这个汪先生呢完成了你的夙愿啊。这里呢就是曾经你的丈母娘老婆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但是以前是什么样的房子呢，我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可以问一下
他们当地的村民啊。我问下你说，他个就是崔玉珍老师啊，他们是出去好多年了？这几年我买了2、3年喽。差不多2、3年哈。我不抽血是，我不抽。你想啊？没得2、3年都接近20年哈。哎，没得2、3年。哦。那么他这个房子是哪个时候卖跟这个购名起的？反正徐矿还没有进场以前。徐矿，哎，你们这来开矿是吧？这个煤厂了嘛。哦，煤矿厂都还没进场。哎。哦。应该在煤厂进场以前有2年、3年。他这个房子是卖跟他之后才修的呢，还是？原来是3间土墙。原来是3间土墙房子。哎。啊，等于卖跟他了之后，他才在这个上面修的这个楼房。啊，这样子的。那么我向这个大叔明确的确定了一下，也就是说，崔玉珍老师呢，他们离开这里已经超过了20年。在他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3间的那种土墙房，然后大概是10多年前呢，这个地基呢就卖给了他的侄儿，叫购明启，然后他们呢在这里修了2层小楼。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早已物是人非啊，因为他们已经有20年没有回来了。那以前呢，可能这些全部都是土墙房啊，但是现在你可以看一下，都是楼房。所以这个时过境迁，对吧？时代在变，这个20年的时间呢，会发生太多的不可预知的情况。以前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穷乡僻壤，那么现在是家家小洋楼，看到没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航拍的镜头呢，来展示一下这个组的大。这个组真的非常大，一个组就有这么大，你可以想象一下云农村有多大的面积，太大了。那个天津的汪先生你好啊，这个整个村庄呢就拍给你看了，然后你还满意吧？所有的情况呢基本上都已经跟你讲清楚了。然后这个房子呢是后来修的2层小楼，但是你也可以看一看他们以前的房子是什么样。正好这个房子的侧面呢就有一户还没有动的以前的房子，我拍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一栋。看一下这个整个呢是土墙房，看到没有？那么崔老师他们以前住的呢，肯定就是这样的房子。那里面呢全是这样的土墙，这个外边呢是有一种木柱子的。哎，他们这里的这个土墙房呢，其实还挺好看的。哇，真的是古董啊！像这栋房子真的是古董。我觉得呢，汪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啊。虽然20多年没有到过自己的爱人以及自己丈母娘的老家，那么但他想到了委托我来帮他拍一段视频，他可以看一下。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呢？其实我要跟你们讲，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然后呢10多年前自己的宅基地已经卖给了别人，那么别人在这里呢重新建造了房子，所以这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们回来呢，其实是没有驻扎的地方了，这也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20年了都没有回来。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有时间呢，可能还是能够约一个时间呢，带着自己的爱人、丈母娘回到这个地方呢，来再细细的端详，好吧？好了，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啊，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碧蝶金沙的大山里啊，
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无人村，就在这个深山峡谷里面。现在是下着这个零星的小雨。那么这一条山路呢，应该是之前住在里面的村民出山的唯一的道路吧。因为住在深山峡谷嘛，类似于有点像那种天坑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又不是天坑了，只有一边是崖壁，好像。看看这边的树林呢，都是长得比较茂密了，所以这个也不大看得清楚方位。那反正就是往山脚下走，咱也不知道能走对还是能走错。但是往这边走好像是不对的，方向不对，应该往背面走。现在视野要好一点了，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刚才全部都是在这个森林之中。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走到峡谷底，还很远呢。这个大山里的路就是望山跑10码。那么今天这个路程可能是1个小时不一定能走到啊。那现在相当于是我们要走到这个峡谷去，你们想象一下有多远，真的还很远很远。走到这儿就没路了啊，估计现在下面已经荒废的特别的久了，所以现在这个路根本走不过去。你像这样的路咱也不敢走了，对吧？然后这里是这个漆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漆家具用的。那么这个上面都开有这些口子，这个油漆拿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做家具的。但是现在的话，好像这个漆树的这个漆也挺贵的，这个就是最原始的那种漆啊。本来今天是想走下去的，但是看来是事与愿违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村庄是坐落在这个峡谷的底部，那么前方那儿隐隐约约看到有个房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么相当于下边一整片地界呢，应该住有几十户人家，但是呢都已经全部整体搬出来了，下边是不通路的。那像这些路的话，现在已经是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怎么走啊？走不了，所以说去不了啊。我在这个山梁上转了几圈，找不到下去的路，才用无人机从空中看了一下，哪里下得去啊？现在我还在这个崖壁的上方。这个村庄呢，它是坐落在这个中间的一个山梁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村庄啊，整个村庄是背靠大山悬崖峭壁，前方是峡谷阻断，所以说也是没有办法才把这个村庄的整体村民呢给搬迁出来了。我们看这个地形就能看得到，我现在还在这个崖壁的上方，也就是从我站的这个地方到下面村庄的垂直落差最少还有500米。你们说我怎么下得去？我可能走2个小时都下不去，而且今天还在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子呢，可能还有7、8栋，但是原来他们应该不止这么一点哈。整个这个里面，我估计最少也有个20、30户人居住。不过现在呢，全部都搬出来了。这个地形啊，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好地方啊！特别是有些朋友喜欢隐居，喜欢与世隔绝，喜欢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居住，我觉得这里就非常合适。你们要是喜欢的，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下边那些房子你都可以免费住，居住在这里真的是不要太爽。只不过呢，就是你出山出不去啊。从这个村庄的位置，不管从哪边走，你没有2、3个小时，你是走不出大山的，因为整个周围全是大山阻隔着，而且你要翻山越岭，跨越峡谷，你才能够出得了这个大山，简直就是一片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这个村庄的话，有很多喜欢探险的朋友，包括喜欢徒步的朋友，都是值得来挑战的。因为你下去上来最少得4个小时到5个小时，如果你要进行穿越的话，可能会更长的时间。如果你们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啊，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详细地址啊，位于毕节市金沙县太平乡金门村，而下边这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叫做石灰寨，是不是非常详细了？你们肯定能找到这里了，对吧？不过你真的想下去看一下的话，肯定得一大早就来到这里，而且要让当地的村民带路才能下得去，否则你根本找不到路的哈。